不管结果如何，大家最担心当然是台湾处境会不会有变化呢？而台湾两岸之间真的没有办法更有序的、更友善的交流吗？马英九基金会做了一个邀请啊，这个消息蛮受到关注，因为这一次这是第2次邀请学生到台湾来交流，这次邀请的里头有一个哇，说是世界级的选手。马龙，他呢直接已经是拿过6面奥运金牌之外，更是这上一次奥运刚刚结束，他是领头的这个队长，被称为神奇的一个神级的人物，粉丝无数啊，亿万人啊。当然，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现在这个陆委会还有相关单位还没有正式的提出回应啦。但这个萧旭岑的看法是说，他来有几个理由，当然尤其是希望两岸之间可以共。各种的文化啦、学生呐、民间的交流啊，让大家更有善意、更有和解的可能跟认识。陆委会目前是说正面看待啦，哦，审查时间还在等。不过呢，只要符合对等交流、健康两岸交流，都愿意正向看待。不过梁文杰讲了一句话。比较是有耐人寻味一点点。他说，依照过去的模式啊，我们会按照一般程序来申请，没有错。但是这一次呢，跟过去一样，有一件要看的是对方。每一次，就算我们同意了，对方大陆那边反而不放人，社会大众会以为是陆委会阻碍审查，其实有时候啊是对岸不放人。陈老怎么看？我觉得陆委会是不敢挡啊，但是你要批判这个马办或马英九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做法，我们先从刘德华唱中国人的这个讲起来，因为你看我们对这个龚川啊，或者对王定宇，对这个中国人这个歌曲的选择，各种情况我都不批判，为什么？以现在两岸的情势啊，没有这2个人批判，也会有别人啊。而且他们的讲法在他们各自的选区啊，尤其是王定宇一定有票，所以你骂他没有用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随着两岸情势长远来讲的演变，这个大家各自的做法会不一样。但是马英九现在是台湾里头啊，除了统促党以外最统的人呐。那这个用不着我担心了，因为这无所谓，这我觉得不值得去批判马英九这个人，但是国民党担心啊，因为马英九的一举一动会让国民党的选票就无形中流失，而最令人就是说不知所以的，就是马英九甚至不了解这个现象。我觉得马英九这个两岸学生的交流很好啊，没有人可以说不好啊，没有人可以反对啊。但这是第2次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一而再再而衰，就没有人注意了。所以呢，他这个第2波学生来台湾，他的阵容、他的内容、他的学生的代表到底来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来自什么样的学校？如果是平平常常从大学里头挑，然后来这里跟我们这里的大学就开个会啊，大家交谈啊，这个就没有什么搞头了但是呢，搞了一个6面金牌的乒乓球选手来到台湾，这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会。反过来，就是说所有版面啊，所有媒体的注意力啊，会集中马龙身上。那所以你这些大陆的学生绕环岛一周，到各个学校去啊，会变成反而这些剩下的其他的学生没有人注意，就是马龙，就是什么？这个其实对马英九原始的初衷。其实是不是很对劲？但是马英九不在乎的，马英九只要这个事情做起来轰轰烈烈，他就好了。问题是现在马英九在台湾社会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几乎是没有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也不在乎，国民党就糟糕了。国民党的头啊的那套开啊，听到马英九的每个动作，都是这个头都是1个2个大，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他那种就是跟他讲的说主权重叠啊，治权可以分离啊，还有呢依据宪法啦、9·2共识啦，这些啊，其实逐渐的，你如果注意那个好好去体会它的含义的话，其实马英九渐渐的在趋同。真正的趋同，这个老百姓看得出来的。所以呢，如果国民党在以后的每次选举啊，最后想办法去马英九，你不要动，马办不要动，萧主任你不要动。如果你们动了，马英九就这个国民党要选赢啊，就很难了。马龙何许人也他当然是6面的金牌之外，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乒乓选手。记得吗？他东京的时候还曾经被我们林昀儒打败过。哇，那时候双方都互相欣赏，所以在球技、学术、文化各种交流的层面里头，的确像中评社也特别报道认为，在这一次要到台湾来的行程里头，发现宣布了马龙之后，国民党
保持沉默。那今天萧旭岑早上在节目专访里面也特别提到，他呼吁国民党中央要能够支持这个活动。我们很支持啊。基本上这一题啊，我的看法跟这个沈大老师完全相反哦。因为我认为哦，这是体育，这是文化，这是整个我们讲民间的交流，这跟过去王定宇跟王义川打刘德华翻车一样啊。如果每一件体育跟这种艺文的交流都要上纲到政治的意识形态，你干脆回去讲他的什么所有的主张，不是嘛？这件事情很简单嘛，就是这个金牌的这个桌球男单，他这个马龙，还有涉及的金牌杨倩，他今天就是要来台湾跟大家互动。我们之前陆委会的这个我们讲秘书长罗文嘉不是才讲说要送对岸这个梅花鹿吗？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本来就是民间这种非关政治的交流。到底王定宇，到底王义川，你们在怕什么？所以我说真的，如果这一次他们再来，你再次给他贴标签。又讲说什么啊？你们今天是要来大内宣还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因为之前讲刘德华，讲他媚共，讲他超级中国，已经受到了华嫂跟刘太太的反对。所以我们在讲说赖清德在整个支持度上，他下一次的民调已经非常明显，因为这群人关心体育、关心艺文的人，他是平常不看政治新闻的人，而你偏偏爱把他扩圈，偏偏爱跟大家讲说，我呢就是要把体育、把这个刘德华，我就要把他抹红，我就什么都要谈政治。这让所有台湾的中间选民跟所有只关心体育或是关心艺文的人，对他们打一个叉叉嘛。所以我在讲回来这一次的参访团，因为上次的陆生访台哦，说真的，上次已经受到陆委会最后一刻才通知放行。那这一次哦，虽然释出善意，但也限制他们来说，你们待在饭店不能出去。你们没有任何其他的自由。我觉得，如果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展现这种不自信的话，那基本上我也觉得这就是这个我们讲到罗文嘉口中的交流吗？讲到的善意吗？所以我觉得从上次的丁宁也来过一次了，就是体育的好手，现在是马龙、刘德华，那也许还有更多的港星或是大陆的这些民间的交流。如果在美国大选今天这2天要公布之前，美中都在克制了，然后两岸针对这些交流还不能让他鼓励的话，不能让他增进区域和平稳定的这样交流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继续贴标签啦。我诚实讲，我个人胡歌粉，对于上次他来台湾被关紧闭，我觉得很不爽。这个很多粉丝会有意见的，那我不能。让更开放的心态，让大家好好的交流吗？看看台湾的美好，不行吗？这么怕什么呢？宇轩，我要问的是，就这几天大家在问刘德华事件的时候，王定宇这种翻车，是让邱黎宽呐，宽姐直接呸这样在痛骂的，那是把很多人的这文化交流或现在是体育交流的情感都会伤害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网络上大陆的网友已经在担心啊，那万一他们心中的神一样的马龙到台湾来，万一被羞辱了呢？他们可能也会集体的愤怒，那更伤害两岸之间的感情。所以针对马龙这件事情，他来台，我们绝对是绝对会是站在交流、支持交流，不管是体育或是文化的交流，就绝对是支持的。但是这其实我觉得是马前总统给陆委会，甚至是民进党政府出了一个难题，也就是说，现在陆委会一直说要对等交流，好啦，那怎么对等呢？大家可以来讨论，是不是来找一下我们的小林同学，跟这个马龙之间，来打一场友谊赛，有没有可能啊？就说可惜他刚好这个时间出国了啊，对，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派出什么样的人去跟对方来做交流，这反而是我们要下一步要去思考的。那回过头来去谈这个所谓的王定宇跟王义川这2位呢，其实都显现的民进党政府现在很矛盾，一方面说要交流，另外一方面又在民间甚至是公开的场合激化反中的情绪，那激化到让大家都认为说你翻车了，他们还是觉得对我来说没差，因为选举的时候只要认同我的人支持我就好。可是他伤害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对外的交流也好，整个国家的形象也好，甚至是伤害了中间选民的情感。而且现在难道我们已经变成是回到戒严时期了吗？谁来唱歌我们还要审查吗？就是说看他要表演的这个形式啊，看他唱的内容，我们都要进行审查。这个提到中国我们不能唱，不能表演。那这难道不就凸显了民进党其实非常的害怕，甚至是没有这个勇气跟自信，可以跟任何国家来进行交流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翔，你要回应吗？萧旭岑说，像这样王定宇的言论是叫做台湾之耻。
我觉得萧先生这样说真的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萧先生这整段话其实这样，他说第一首刘德华指的是第一首歌唱的歌是中国人啊，他说中华民国不就是中国吗？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当然了，最这个粗浅来看，这个刘德华指的中国当然不是中华民国嘛，哈，指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但第二个，其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认知，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好像也不是，对啊，没有，刘德华是中国人，是那个祖国是中国啦。你们听我说话，我说的是针对萧旭晨的话，我不是针对刘德华的话，是萧旭晨说中华民国不就是中国吗？他没有提到中国人，好，所以。但我觉得我们普遍的这个符合马英九的讲法，对，所以我说我们普遍的认知在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了，哈，因为国际上的认知也好，我们台湾际多数人认知也好，中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在了，不一定是代表中华民国了，哈，所以我觉得萧旭晨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获得多数台湾人的认同啊。那马龙来欢迎吗？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对等的交流，应该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啦。那当然，我们也呼吁说，中国也要对等，就是说要开放我们的人，也要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也需要这个跟他们申请哦，对不对？那对方也要用同样的待遇来对待啊我们的人过去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等的交流。但我最后强调一点，我还是认为说，刘德华他要唱什么歌，这当然是有他的自由在哈，我们也没有做意见的审查。但是从中，我觉得也不要。借有的机会，然后我觉得王定宇也好，王一川也好，他们反映的是有时候国家认同上确实会有统战的状况。我不是指刘德华这个个案，但确实这是中国长期的作为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因此去批判说这个什么王定宇、这个王一川是台湾支持你反而萧旭晨自己说，不要再意识形态，不要再霸凌人了，然后你去叫人家台湾支持，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必要的啦。但是这个霸凌总是有源头嘛，谁先开始的？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帮你。事业的人事问题近来成为让大家很跌破眼镜因为很多人任期根本还没到，匆匆的被赶下台。中油昨天交接的时候，董事长没来，他没有被告知，事后是说没被告知，以为是拒绝出席。然后呢，他也是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哇，我离职确认了。而施俊吉这个职位呢，更是直接，我们今天早观察早报很有意思了中时联合都是头版处理这样的消息，因为他正式开了记者会，痛骂当中有问题嘛，但是有一家报纸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就是《自由时报》嘛，所以表示不想提的事情水很深吗？那其中施俊吉讲了什么？他质疑他挡人财路，挡的是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我还有2年的任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下台我不认识新任的董事长，我的标金不愿意下降，所以就换一个董事长来卖它，这是国家的资产，我们不能够把它贱售掉。董事长任期当然是经过董事会任命，那任期是有一定的期间的，还没有到的2年前就被逼着走。那当中他有这段对话啦他说他最后一天可是呢，之前来跟我谈的官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行政院以上的决定的他也不知道啦。他甚至直指说是苏治芬，一度质疑，但苏治芬立刻很快的就回应了他说呢，所谓台金联董做这个跟土地有关的他认为他是担心自己未来有官司纠纷万一这种追杀怎么办？最近很多民进党的不同派系的人有生命危险所以不贱卖国产的初衷这件事情，只要能达成，他就会愉快了。苏治芬当然回应是莫须有的影射，他才完全是看了媒体才知道吕正章要接这样的职务。吕正章过去是他的云林的农业处处长，而且很年轻，66年次而已。为什么争议呢？当然除了他在企业界的这个职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在鼎新，同时在大陆工作蛮多年的。但是为什么是他被认为是这所谓的赖系绿油油？主要是因为像这样的机构掌管了非常重要的金联这个资金这么大的一个各种的债务的问题，但他的家族先前出现的争议是什么？就是有债务跟争议的问题，不但有倒闭弟弟还被这个通缉等等，所以他加上没有金融背景，还有农业有行销的背景，要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然就有争议说，这是不是酬庸用人为亲国营事业进来所有公布的人士里面，是不是一方面又粗糙，凸显了赖清德用人的风格？那一方面又有没有用人于专业呢？淑慧。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家以为说，民进党还是民进党执政那这些人就以为说，我们还是一样官爽爽做帮赖
赖清德帮民进党保住天下，就保住我们的位置。没啦，蔡英文跟赖清德没港人啦，不同天子就不同城啦之前当然内阁之前在赖清德在520之前内阁已经有一波腥风血雨了，已经有一波内斗。内阁底定了又这样，接下来斗什么？当然就斗国营事业，而且最肥的都是国营事业。内阁部会首长是在斗权，那斗钱斗资源的就是国营事业嘛所以接下来赖清德要彻底的掌握整个政府的钱跟权，接下来下一波就是国营事业。只是说，我觉得这个坦白说，施俊吉也有一点孤丘比伯不啦蔡英文时候也是酬庸嘛，到了赖清德的时候也是酬庸嘛。过去只是说酬庸蔡友友，现在只是酬庸这个。说我才69岁啊，对他才年轻，还可以再做。对，他才69岁啊。那你说施俊吉，我今天也很认真看，他也同样没有金融背景嘛，他也不是金融背景，只是当个金管会，可是他在当金管会的当下，他也不是金融专业嘛所以只是说由蔡英文酬庸还是由赖清德酬庸而已，都是一样，这就是民进党执政的风格，用人为亲，然后酬庸自己人，最重要是把国家的资源跟这个权力掌握的死死的但这一波比较难看的就是听说就是换人都没有事先给说就拍看临时公挖的挖所以就不爽出来反弹。但是我非常欢迎这种反弹今天施俊吉很少见，对，开记者会，国营事业的董事长居然出来开记者会这样炮轰，但是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有什么内部资料，欢迎跟国民党立委来爆料，让我们日后可以帮你加强监督你认为有哪一个国营这个国土有哪一个这个国产有可能被动，有什么人在动歪脑筋的欢迎来跟国民党立委提供资料，让我们后续可以去监督。不只是台湾金联或是中油啦，还有之前陈启玉的这个台盐。我告诉大家这几年民进党就是这样啦，国营企业里面先是徒子徒孙你看到那些董事长陈菊的人马啦，苏志芬的人马，谁的人马先进驻当董事长，徒子徒孙完以后就变成什么样？就变成家族政治啊！陈启玉在安排自己的儿子啦，以前苏家全不是也是那个是他的外甥啊什么就变成在家族政治了，然后接着呢再转投资下去，然后一层一层的吸。我们都不知道国家的资源最后都落入到谁的手上了，这就是民进党从第9年，坦白说我告诉你，国家资源已经太多数不清，已经都落入私人的口袋了。吃相会不会有点难看呢？就所谓的人事的安排，既没有顾及到原任的人，那么对于新的人的人事，是不是反而变成一种人事的斗争或派系的安排呢？当然，卓荣泰说了。我扛啦，是我啦，所有的人事安排都是我决定的，基于全盘人事的考量规划，是吗？我觉得钟泰有一点良心他讲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是接近事实。某种程度，我觉得苏进吉人不错啊，风评也不错。他今天当过行政院前副院长的人，会来开这个记者会，而讲得那么难听他一定有忍无可忍，就是难以言宣的痛处。但是那个苏志芬讲的话，我就听不太懂了。他说：“如果没有我的话，你现在因为有我，所以你还要向我道谢。那如果真的没有他出什么力气，那施俊吉先天的相不是更难听吗？所以基本上这个国营事业的毛病一大堆，但是人事的这个所谓这个任命我觉得弊更多。你真的要挑的话，但是基本上我不太喜欢用酬庸2个字因为这个被任用的人没有什么可酬的，酬是因为你有功劳才酬嘛。那我觉得你细看民进党这多年来执政的经过，每一次其实这些国营事业的人事的调换就是有权力主张的人一定想办法把看看自己底下的人马还有人没有得到适当的位置。这个有了，就把那个放上去，这个是酬庸吗？好像不是这是在安排自己的人马，让他们得到最高的好处，应该是这样讲才对。但现在问题是，这个新政府换人不通知，而且临时拔关，甚至你像台糖，但任期没满，他也自动请辞了。他大概有听到什么风声？他有听到风声，我辞了比较好看，比较好看。我不辞，反正
你晓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在意这个国营事业的这个人士？肥水因为这个月薪30几万，这个已经轮到这个已经轮到第2波、第3波都没有份的人，才在动心起念想国营事业的董事长，这个年薪差不多500万的了，一个月都30、40万的。这是一个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做，而且也功过也很难讲的。但是做你1个月，扣一个那就你要去了。我看去做丙这文山区的这个议员好多了，对不？你不敢说那个比较好。这个要问一翔了。但是我觉得你新政府，我觉得周永泰扛下来，为什么？最后决定一定是他嘛，一定是。但是呢，不是他起这个念头的。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来自总统嘛。他只是总统的执行长而已啊，那大家都后来决定权当然是周永泰。不过整体来讲，如果是赖桌体制决定下的这种局面啊，我觉得是难看的。你要赶快调整，赶快修改，要不然这个也会反映在民意对这个民进党政权的总体看法。因为以翔刚刚在讲啊，你对施俊吉有一定的认识，他是比较温和的人。这次会国营事业这么大动作出来开记者会，真的很罕见呐。那对你的知道，大家水深是讲这块地啊，4.4万坪，北港万有职场就职。他说，所谓的党人财路是这块地啊，他不想贱卖，但他怕接下来就是有心人来接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要贱卖吗？其实，因为施俊吉老师，我想，党内很多同仁都认识很久，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经济专家了哈。因为过去他也是台大经济博士，也待过公平会、经管会，也待过行政院、国安会，其实有关经济议题他都待过。那当然，现在他所属的这个公司是其实在处理银行一些不良债务的了哈。所以不是说超级核心的，但确实是有一定的专业度在的。那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啊，既然这块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我觉得新闻焦点了哈，新闻焦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双方应该都把话讲清楚了，因为确实我看到现在的话是有一点暧昧了，对不对？就一下子又说，连你都觉得很暧昧，我当然觉得，因为事实也是暧昧嘛，对不对？事实也是暧昧嘛，你去看他好像不想扛，万一出了什么官司，到时候扛到我头上来，陈启玉都要跑了。这块地其实涉及到金额是数十亿元啊，数十亿元，所以其实它金额相当的庞大。那如果双方认为说这块地因为这个施董认为说有可能是党人财路，那这个苏治芬认为说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跟我道歉，所以似乎确实是有一些不要说是误解啦哈，但是至少有一些争议在嘛，对不对？那这些争议是不是应该讲清楚？我认为确实了，民众其实有知道的权益，应该针对这块地，双方都可以把话讲清楚。我认为这个有待大家厘清真相。林涛会不会觉得很有猫腻？我觉得猫腻非常多，因为台湾今年大家知道被拔掉的是谁？就是施俊吉，他原本是这个赖清德曾经当行政院长的副院长。那如果说过去共事过，那今天只是因为他英系，你就觉得芒刺在背，就要把他拔起来？那今天就惨了呢，就是说今天他只要不是超级纯的嫡系，那就要把他拔下来。那这个上来的台湾今年的吕正章更夸张，他就是潘孟安的好朋友嘛。他们凌晨几点跑到山上去聊天，然后觉得心情这样情投意合，对不对？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吕正章原本当时候赖清德是要让他去当农业金库的董事长，可是很夸张，因为他爸爸跟他爸爸的弟弟欠了农业金库5000万的呆账，你欠钱，你还要给他当农业金库的董事长，你说得过去吗？结果赖总统真的发挥锲而不舍的精神，潘孟安真的是他的知心好友，农业金库没了没有关系，台湾今年把施俊吉拔起来就好了确实真的拔起来了，拔起来给他做，所以大家会哗然嘛。你就算对施俊吉再怎么有意见，他至少有金融的背景，他也是教授。吕正章有什么背景？他家跳票他家呆账弃保潜逃然后刚好你要说台湾今年就是处理呆账的嘛他家有呆账，他很熟专业户嘛。那这样台湾的民众，这些我们讲的民脂民膏，这些钱跟这些权，到底都被赖政府怎么使用？真的是打一个问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